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的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，欢迎他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阚先生，49岁，来自辽宁；个体李女士，47岁，来自辽宁。个体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肯定是钱的问题呀。他背着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把钱全都弄没了，现在还欠着一屁股外债。我不怨他，我怨谁呀？我投资也是为了这个家，他怎么就不理解我呢？你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也想跟他好好过，但是说天天跟我因为这些事儿吧，吵着把火的，给我整的挺上火，所以说也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所以来这儿了。这日子我肯定不能跟他再过了，他这些年屡教不改，现在还要把房子卖了，你说我还能跟他再过吗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们两个人结婚多长时间了？25年了。孩子多大了？孩子今年24。哎，你们是创业的是吧？啊，对。那创业小经营业主应该挺有钱的呀。对，就是怎么说过了这么多年，这都是因为钱的事儿呢？就是2018年的时候吧，因为我儿子学的小语种，学的是俄语，然后我就给他送出国了。因为那时候在我们全市考了第一，成绩还可以，有出国这个机会，送出国他就不愿意。我可以这么说，我太不支持了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本身出国这个事儿，它不是简单的小事儿，你到外国去。人生地不熟的，对吧？万一有啥事儿，你说你到陌生城市，他也是不熟悉，那跟国外国内有什么区别呀？它是中国，它不是国际上。中国孩子到那国家可以适应的。我跟你说，老师啊，我跟你说，就因为这些事儿，就在家吵着多少回了。你们家孩子当时考上大学了吗？国内大学？国内没到考大学的时候，他高2就去了。没有参加高考。对，他是属于啥呀？直接又送出去了。哎，对，他是属于学的是小语种，到国外去进修，到那念1年预科班之后，在国外上大学。孩子自己想去吗？想去。啥想去？怎么不想去？那孩子懂的啥？孩子要不想去，为啥那么努力？能在全市考第一？怎么就不懂啊？所以这事儿一开始俩人就没达成统一，没有达成协议。我就感觉啥呀？咱们这个所谓的有钱，你只是在这个小城市有钱，你在外边你是算有钱的吗？其实我后来也是憋着没招了，也去了，也体验了一下，每天都在花钱。我去了10天，花了将近10万块钱。你在一个小城市生活，你知道人家大城市啥生活吗？我听出来了，你像你们俩去俄罗斯待了10天，花了小10万，小10万。其实你们当时钱应该是不少，后来怎么就没有了呢？这不是送出去之后嘛，然后不就想一个买卖，怕孩子咱也支撑不住这个经济这个状况，然后呢，我们俩又干了一个浴池，刚开始的时候也挺好。但是呢，20年你这不是来了特殊情况嘛，对吧？然后就这个买卖就干不下去了。但那时候我们赔钱，我们家也没伤害到经济状况，我们还是有积蓄的，还是可以支撑住的。然后呢，在这之中呢，他就是的有个朋友跟他说的，在网上投资，然后亏了10多万。那我不也是为了钱？你总说亏了的。刚开始不也是挣了吗？那你要是不亏这笔钱的话，咱现在是不是够用啊？你要是不亏这10万的话，咱最起码这孩子是不是够用钱？一个月刚开始预计是1、2万块钱，后来就2、3万块钱，那1年下来就4、50万。他去投这个钱，是不是也是出于？对呀，我也是出于这家的考虑嘛。他刚开始他这都是背着我的，因为之前嘛，他跟我说投的时候，我说行可以，咱拿1万2万的你就投吧。然后呢，你说他背着我到外边把这货款要回来了，要完之后他把这钱就偷摸投了。赔没了，然后我管客户去要账的时候，人家跟我说你老公已经把钱要回去了，收条给我拿出，我一看，回去跟他说，你总说我偷着的，我干啥了？我偷着。不是他这一波他大概赔了多少钱？赔了10多万。到这个时候，你们是赔了一个浴池，然后赔了一个投资，对吧？对。一共加起来当时赔了多少？有30多。有欠债吗？这个时候还没有欠债。那时候还没有。那特殊情况的时候，孩子一直在国外待着。对，在国外待着。然后后来嘛，这不就是谁家孩子能想扔在国外呀，都得往回弄。孩子回来吧之后，就机票那时候也是一票难求嘛。然后就这机票吧，咱也是花了10多万，就是一共孩子弄回来之后花了15、16个。然后这个回来之后，你说。老师，我不是说别的，这回来咱就踏踏实实，咱们过日子，对吧？你头一起赔了，他跟我说以后不干了，是吧？咱们好好过日子，把咱这个店好好经营起来，是吧？我们这店还是盈利的，还是有固定客户，
然后因为有厂子嘛，这样不挺好的吗？然后他自己又私下里又投了能有24、5万吧。刚开始吧，头2个月啊，一天能进个1800块钱，后来2、3个月之后就没啥钱了，说是几年之后就能给钱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他是说10年以后的事儿，这就被骗了，对吧？对，被骗了，其实也就是被骗了。这个钱从哪来的？24万？这个就是我自己之前嘛，我结婚之前有那个自己的房子，我把房子给抵押了。你咋这么能那啥？你不是把那货款又要上来之后，你又从那个亲戚朋友借的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啥意思啊？就说你咋说，我这个钱我要赚着的话，我还能补上。你咋总纠结这些事儿呢？他总是背着我，把那货款就偷摸就都弄回来，然后要回来之后，他把这就自己私自就把这钱就给我投出去。其实这个事儿他跟我面上之后，我说了不行，因为咱第一次已经失败，不可能再去上第2次当。我说咱不能再上当了，然后咱们也别想挣那份钱，咱们俩就脚踏实地的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咱们俩把这买卖干起来，咱们就脚踏实地干点实体就完事儿了。不干完，然后自己又偷摸又把这个投了。其中管别人借了多少钱呀？24万。他借了得有14万吧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到那个时候为止，就是欠了外债14万了。还有其他的投资吗？然后这不是把孩子弄回来了，然后他这亏钱了，我给孩子也是在沈阳，然后在我们那边就是给弄个专科学校，因为本科肯定念不了了，没有文凭嘛。不是回来能继续上网课？那上网课就上了半年，然后就不上了。人那边是啥呀？不上学校来正式报到来，你根本就是对网上学历根本就白扯。哦，人家就不给你这个名额，学校的名额了是吗？就上了半年，就是半年是因为啥？咱的学费没到期，他这半年在网课上上的，上完之后学费不给咱了。我觉得你们这个留学也是被人骗了。当时整个特殊情况的时期里面，其实是最容易拿到学位的那段时间，因为如果是一个正规的、正式的，在我们这边留服系统可以认证的一个学校的话。所以这个事情，我觉得也得承认啊。你说他被骗了，你也得承认。你在这个事情上可能也有一些被骗的可能性啊。后面还有别的投资吗？就是对你让他回来上了一个大专，对吧？一个专科学校，只能上专科了。现在毕业了，然后现在在外边打工呢。就是在这其中吧，他也跟我保证说那下次我也不再投了哈，就这么保证那么保证的。然后呢，他这个去年又上的股市，以前我也玩过，也接触过。投了多少啊？这是反正也是20多万吧。这就是你那套房子给抵押了啊？是。对。现在一共欠外债多少钱？得有50万了。这怎么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变成这个样子？本来是说有收入的，而且是有存款的啊。日子过得咱不说怎么好，但是说最起码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对吧？但是说现在总抱着这种侥幸心理，总是想一夜暴富，哪有这么那啥的？就这样日子，你说还能过吗？有计划就是这个50要怎么还吗？这个事儿吧，我也跟他沟通过，我想把那个房子卖掉，还这个欠款。这个就是正规了，就是也不是什么涉及到什么投资风险了，就只不过把这房子变现呗。我们俩我已经都奔50的人了，我跟他现在居无定所。你说本来很好的日子，然后现在变得房子都快没了，我这日子我还能过吗？你说？那你说为啥？我说不同意把孩子送出去，你说你别往回倒了，孩子现在人都回来了。不是，我就说那意思，这根儿在这儿啊。我问你们，你老公想要把这房子给卖了，然后变现去还钱，你是坚决不同意卖这房子是吗？对。你不同意卖这房，你有什么还账的这个策略吗？他要是把这房子卖了，我也不能再过了，因为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还跟他过啥呀？是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是吗？对，就现在就这一个房子，而且现在还面临啥呀？因为就是我儿子现在不也大了吗？现在就处了个对象，去年6月份吧，两家大人见的面，见完面之后呢，因为就是我们东北那边得打彩礼，当时呢答应给人家15万，咱没有钱嘛，然后我就先给人拿了5万，给人家父母商量的，我说的这样，我说我先给你拿5万，结婚我这。
吗？我儿子就非要分手了，就不想，不是说不跟这个女孩了，就任何女孩，他现在都不想。彩礼钱要回来了吗？就是因为在我们东北那面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要是男方提出来了，这钱人家女方是不退的，也要女方提出不干了，然后这钱是可以给退回来的。又赔5万。又赔又折进5万，就这样。这个也够白。因为现在这个5万说心了，那是我们俩造成的，这不是说他一个人造成，是我们俩。不是你们2个人造成的，因为我们2个人有矛盾，跟你俩有啥关系？给孩子造成阴影了。是啊，你儿子就找了个借口。哎呦，你这个当妈也不会当，真的。对，儿子知道你们家里这个负债的事吗？知道。那可不。那你听听露西老师的意思。你儿子要知道你们家这个情况，就不应该给那5万块钱彩礼，我干脆就不结婚了，哪有这样的？今儿来这儿，你们想让我们怎么帮你们？我就想，就是现在已经因为钱这事儿，已经影响到我们2口子，就他所说的要离婚了。但是我还想好好过。你说想好好过，咱怎么个过法得说吧？那我现在你的方法是啥？不是，稍等一下，如果离婚的话，这债务怎么分割？你有想过吗？分割那也只是1人1半呗。这里面没有夫妻共同债务吧？你是背着他做的投资啊？背着他的呀，只要你老婆没签字，那个钱是你借出来的，那就是你的债务，我跟他没关系。所以这位先生，你想清楚了啊！你在动用这个资金的时候，你不经他同意，这里好像没他什么事儿。但是背上债之后，你说有他1半，你琢磨琢磨。但是我不想离婚，我主要是我就是问你，如果离婚，你怎么切割这个？就是看你的内心呢。我揣测一下曲总的意思啊，他其实是不是想问他，你有没有勇气去把所有的债务一个人背？他没想过，但是我肯定敢。那你试试。敢？你刚才怎么不这么说？那你试试。你不想离婚？对，就不想。你说你的改变，但是这些吧，我也想到过，其实之前这几年确实。你现在不要忏悔，我要的就是你告诉我方法，接下来我要怎么做。你得让他听见，我们才能帮你啊。他想先用这个债务把他捆住。你是这么想的吗，先生？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其实这些事儿吧，也没考虑太多啊，你知道吧？那女士，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？不想跟他过了。你现在决定要离了是吗？就是之前的时候，他也是投资失败之后，他也向你保证，就是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弄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有点。我接受不了，因为我也是快50岁的人了，我不可能说前半生怎么地咱不说，但是我后半生我不能说居无定所的，对吧？我不能说去租房的。所以您的要求就是不能卖房，这是我的底线，是吗？对。我们先问问今天同样来求助的韩先生和李女士有啥想法？这大哥确实可恨，但是回归到我个人，我同情这大哥，理解大哥，甚至换了是我可能也会大概率做出同样的操作和动作。就是我也是想去挣这个钱，机会摆在面前，我肯定也会想去挣。我反而还是比较同情这个大姐，因为这个大哥有点太像我男朋友了，所以我就特同情我大姐啊。哦，怪不得他说他大概会这么做呢。来，我们听听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。其实你们2个人现在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词是被动。我说这个被动是相互的，不是只有你委屈，他被卷入到今天这一步，他也是被动的。你们2个人其实性格好像，你曾经是那个制造风险的人，承担着这么大的经济压力把孩子送出国了，你做了这个决定，他是被你被动的卷入到了这个压力里。说的好听你叫投资，说不好听你这不就是一场赌吗？那个时候你控制风险，结果现在你在制造风险。那个时候的你制造风险，现在反过头来你要控制风险。他所有的赌的背后，是因为你曾经的莽撞，他在替你想要去承担这个风险。他没有跑，他所有的赌都是为了填这个窟窿，他想赌赢一次。所以这一切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。就你们俩刚才说话的时候，谁也不给对方留气口，一定要抢着说你们真正是在解决问题，还是在表达情绪。我能理解你们现在摆脱不了困境的这种无力感啊，但是现在真正摆在你们面前的是破局的方法，而不是彼此埋怨。如果你们真能扛过现在这一段，共同成为盟友，找到一个破局的方法，解决问题还债的方法，你们以后的婚姻一定会特别好。但如果你们过不去，可能就趴在这儿了。我觉得刘老师刚才说的有道理啊，
就是起因嘛，肯定是因为出国留学这个事儿起因。但是呢，这个丈夫你做一次，我还能承认你是为了这个家，你连续这么整3次，是吧？那就完全是个赌徒心态了。从回到原点来看这个事儿啊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产返贫的案例。你希望孩子能够向上，形成了很大的焦虑，所以一定要把孩子送到国外。而送到国外这个其实是超出你们的经济负担范畴，而且你也并没有真的把这个事儿给搞清楚，因为这个东西整个操作的流程不是特别的对，包括最后15万买一张机票把孩子运回来，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多不理性的东西在里面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妻子的焦虑所导致的。第二个，丈夫的心态的失衡来自于你们花了20年的时间，可能就攒了1套房和几十万的存款，然后你突然之间发现这个钱是完全不够孩子将来所用的，这个时候你又觉得自己没有那20年去赚更多的钱，所以你的赌徒心态就出现了。你就想着我要赚快钱，问题在于你忘了一个事儿，你所有投资的这些东西，其实你上网搜一搜，你都能发现它是个骗局。你连搜都没搜一下，所以这就是一个赌徒心态，你们谁都不用说谁。我跟你说，你们2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因为你们2个人丢掉了你们年轻20多岁出来创业时候的初心，靠着勤劳嘛，起早贪黑嘛，一点一点的做生意，一点一点的攒客户，才攒出了这份家业。但现在你47岁，你突然之间我可以一夜暴富，你20岁都不能一夜暴富，你凭什么40多岁一夜暴富？我建议你们啊，老婆在家继续经营这个5金，你出去打工，2笔钱合成1笔钱。如果儿子有能力，把儿子也放出去打工，3笔钱合成1笔钱。4年时间，我算了一下能还清。如果你们一家3口人愿意一起努力的话。那个时候回过头来，你儿子啊，包括老公，包括你们这个家，未来还是有前途的。这个就是要同心协力，然后要真正的去面对这个事儿，面对债务，面对所有的债主，告诉他们，我打算以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来还你们钱。面子肯定是没有了，你们现在要翻身，唯一的一件事还是不怕吃苦。谢谢陆琪老师，解决问题啊，就找陆琪老师会特别的通透。所以呢，如果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也想找陆琪老师帮你们解决情感问题，或者帮你们的情感指点一二的话，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我们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，标明你自己是我们爱宝的忠实粉丝，你会收到陆琪老师送给你的新人礼包。我说几句有点扎心的话啊，可能对于李女士来说不太爱听。儿子养废了，老公不同心。为什么我说儿子养废了呢？他完全就是在依靠着家里面没有自己扛事儿的这个能力，明知道家里已经是这个状态的情况下，还要提出这个彩礼钱。所以你儿子肯定也是一个从小知道自己家庭优渥，因为在你们那个城市能送出去的人不多，所以养成了他一个觉得我还是那个大少爷的那种感觉。你们从来没有跟你们儿子认真的谈过，所以造就了他今天逃避的一个心态。哎，你儿子知道你们欠那么多钱吗？知道。那还能给5万的彩礼啊？所以这不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吗？理解过父母的难处吗？为什么？这也不赖你儿子，因为你们全都把他挡在后面，你们肯定告诉他大人的事儿你别管，跟你没关系。这不说来说去都是你的问题吗？先生，我觉得现在马上要到了50这个大关，2个人都处在一个身体有可能会亮红灯的时候，再加上你们现在这么多的事儿，情绪会非常的不稳定，会造成身体有一些可能不好的地方。谁给你伺候病床啊？啊，你指望你儿子呀？指望不上。指望谁呀？还得老伴儿呗，对吧？所以听老婆话，你老婆现在让你踏踏实实的该干嘛干嘛，不再耍这些小聪明，你们这个日子才有可能过到一起去，你们这个问题和困难才有可能解决。
否则你继续一意孤行，继续在想着我外面借着，我瞒着他，我告诉你，你会赔得更多的。我用一个字儿来说明你们的现状吧，慌。你们现在慌了，赶紧把这窟窿补上，赶紧把这事解决了，只要有钱了，就一切都没事了，是这么想的吗？对。越慌，越容易干烂事儿，越慌你越想着去挣钱，越想投机。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跟你讲，先把儿子戒了。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你们给儿子已经没有任何的帮助了，放他一条出路，让他自己去经营自己人生去。家里的情况这个底儿他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自己去赚钱去，打工去，结婚娶媳妇儿，人生规划自己看着办吧。现在家庭就这样，不要再想他了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们两个再想儿子结婚的事情，如何再拿彩礼，你们还会更慌。第二件事情就是基于你俩的情况，也别改了，改不了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们看啊，就是现在脚踏实地，要从头开始，大方向。谈感情说不清楚。哎呀，我这次背着你投资是因为我为咱们家好，乱了。你们俩有同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侥幸心理。同样的，不光老公有，老婆也有。你们对儿子女朋友先拿5万，之后再拿10万，连这5万都是借的，隐瞒吧，侥幸吧。你们俩挺像的。你觉得你这么一隐瞒，即使到时候那10万彩礼你借给凑上了，后来当对方知道了你们这种隐瞒行为的时候，请问你儿子的婚姻能幸福吗？现在你们需要的不是感性，需要的是理性，认清现实。以前你可以做到说10天1天花1万，对吧？现在做不到了。你不要守那个房子了，那个房子里面有多少是债？所以我出的招就是狠招，我们要刮骨疗毒。如果这个房子没了，这个房子卖了换成钱，我们先把债还了，我们留生活费。请问你老公还惦记这房子吗？所以现在我们就没有房子，那房子得卖，按我的观点就得卖，这房子留着，你老公那心就一直惦记着。那么多债呢，你拿什么还？现在还得起吗？当没有这个房子，还了债了，你们想一想，你们的第一桶金是靠什么来的？踏踏实实的，诚诚恳恳的，坦坦荡荡的挣来第一桶金。不要说哎呀，这么老了没有房子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，跟孩子说所有，让孩子也担负他应该担负的，或者说他现在就是管好自己，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一个分担。没了房子你们还闹什么？没了钱还投什么资？对吗？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小日子，然后真正能够觉醒到我们踏踏实实才能过好日子的时候，好日子才能来，否则都是原地不动的吵架。接下来你们2个人坐那儿想想老师刚才说的话，我们交换一下位置，有请我们今天的第2组嘉宾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韩先生，36岁，来自内蒙古，医疗公司运营，
李女士，31岁，来自内蒙古，自由职业。那么，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觉得对方有什么问题？他太物质了，花钱大手大脚的，把我当成自动提款机了，我只能同甘，不能共苦。他离有娃大我5岁，他之前答应我宠我爱我，但他现在反悔了，觉得我拜金了，还不给我提供情绪价值。你们的感情还能继续走下去吗？如果他能再务实一点，不要对物质有那么高的要求，平平淡淡过日子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我是想要和他走下去的，但是他要多浪漫一点，多爱我一点，多夸夸我，不要总是斤斤计较的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大概听出了你们2个人的现状，你们2个人现在是情侣关系是吗？对，是。哦，男士是之前有过一段婚史，并且有孩子。对，是的。女生是之前没有结过婚。没有。你们2个人现在相处多长时间啦？快2年了。是怎么认识的呀？之前工作认识的。他之前是在我们公司实习，毕业了之后他就回老家了，后来又过了1年回北京找工作，我就帮着忙前跑后托关系，然后联系多了，慢慢就在一起了。所以，姑娘，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他是结过婚有孩子，是不是？没，我当时是知道他离婚，但是我并不知道他有孩子。后来我们是真正在一起之后，我才知道的，所以我就感觉受到了欺骗啊。你有明确的问过说你有没有孩子，然后他回答说我没有。对，我问过，然后那会儿我问他，他说没有。但是我们真正在一起之后，有一次我看到了他孩子的照片，我才知道。在我的认知里，当时就感觉判给前妻了，我是一个人，我就说成没有。但是起码要告诉我一下嘛，连告诉都不告诉。哦，您的认知是这个没有孩子。这个是我不对。来，今天为什么而来？刚开始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还挺开心挺快乐的，后来就是时间长了，慢慢的发现他性格受不了，越来越发现他矫情事儿多无理取闹那种感觉。另一个就是花钱上面大手大脚的控制不住。有多大手大脚？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，比如我现在只有1000块钱，他会去想要2000块钱的东西。就大概这个意思，就是说难听点有点那种拜金的意思，把我当成提款机。我还拍了一个照片，就是这只是一部分啊，家里很多旗袍啊、包啊什么的东西。这看着也不贵啊。根本不贵，因为我就让他买过2次，他竟然这个也说，就是而且什么叫拜金呀？如果不是他来追我，我压根我都不会跟他的。是他一开始承诺说啊，男人赚钱养家，女人。他总共给你买过2次，花了多少钱？也就3000多吧。2次加起来3000多。也不算太贵。这个玩意儿也没有去记过账，具体是2000还是3000，它就是一个。那你说个数字，你要觉得他说不对。我之前工作每个月大概是能挣1-2万，刨去我的一些生活的固定开销，基本上就都花在他的身上了。什么出去吃喝玩乐呀什么的都没让他花过钱，都是我在花。开始追他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是作为男人嘛，很正常。你认吗？他要说他赚2万。除了他自己的生活开销，其他钱都花你身上，你认吗？我只认可一部分，因为他只有追我那会儿就特热情，然后但是追到手之后就感觉一下就冷却了，然后这种前后的反差让我特难受。我爸妈还说呢，说图他岁数大呀，还是图他离婚带娃呀，还是图他说我进门给他当后妈呀？就是你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你为什么还要选择和他在一起呢？因为他就是一开始真是特别好对我，然后个子也还算可以，我比较喜欢个子高一点的。那你能接受他有过婚史有孩子这件事吗？你要打心底的给自己一个确信的信号，就是我到底是不是能接受这件事儿？其实我是有一点点介意的，但是他就是一开始确实是挺依着我的，我还是挺选择他的。那如果比如说面对他和他的前妻需要接触，需要比如共同去陪伴孩子什么这样的情况，你能接受得了吗？哎呀，说这事儿就是他上次就是他背着我和他前妻去约会去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说是跟他儿子去过生日，但是他3-4天都没回来。然后我就无意之间看到那个照片，我才知道还有他前妻，然后我就质问他，他才承认的。然后我说，那你为什么不叫上我呢？你这不是脚踏2只船吗？因为我特别害怕他和他前妻旧情复燃了。他就老这样疑神疑鬼的，这老是觉得跟前妻有什么，明明知道我只是看孩子，
他老是觉得跟前妻有什么不清不楚的。那你确实是一起出去玩了吗？带着孩子，那肯定前妻就正好也跟上了嘛。那为什么不带上我呢？哎呀，我这愁死！他那边有他孩子，你去算啥呀？咋介绍你呀？就是我，咱说点现实的事儿行不行啊？无理取闹嘛，是不是就是？你们去旅游怎么住啊？这肯定他跟孩子住，然后我自己住，因为我还要工作，所以我顾不上全程24小时陪着孩子，孩子还小嘛。你有证明吗？这是2间房的这种证明给他看不就完了吗？但是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就是一起住了，因为他也不跟我解释。这不是很简单的、特别直接的一个顾虑吗？我可能觉得什么证明都准备好了，反而才是做这信息去刻意的去准备。这可不需要刻意啊！你给酒店啊，让他们打一个这个证明。那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可以。我问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啊，你每个月工资是1、2万，对吧？对，你是孩子是归前妻是吧？对，所以你每个月要打抚养费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你知道他打抚养费的事儿是吧？我知道，他每个月规定就是1500，但他每个月都会给2、3千这样，然后他多打的这些个，我感觉都应该就是花给他前妻了。是花给前妻了还是花给孩子了呢？对呀，没事找事老是，而且也不是每个月，就有时候孩子可能是生了病了，或者是这个月要报个班了什么了，有应急情况了，多给了点，或者是而且有一个前提是我那个月挣的多了，我业绩好可能挣2万了，多给了点，业绩不好的时候我也没说我们2个，比如说吃着馒头啃着咸菜，我把钱都给了那边。他跟他前妻那个信息也很暧昧，就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。说了啥？他有一次就还叫他老婆呢，但是我就制止他了。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。他非以为这么说了，没有，怎么可能啊？他那次喝多了，然后语音说的，他都忘了。现在女生你的要求就是他少见前妻是吗？就起码带上我见他嘛，这样让我安心一点，我感觉。带上你？就他带孩子出去玩得带着你是吗？最好嘛，我感觉还是可以嘛，这个要求。你还有啥要求？他就是起码对我坦诚一点嘛，就是说他其实是送外卖了，但他没有告诉我。后来我朋友逛商场的时候才发现他送外卖，然后我去质问他，他才跟我说实话，他说他失业了。他都不跟我说这件事儿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有啥好跟他说有啥用啊？说了能给我找到工作吗？能给我发工资吗？那时候是2万1个月吗？怎么突然失业了？去年业绩不好的时候，然后公司裁员失业了，这跟他说有什么用啊？这不是徒增2个人的烦恼？不对呀，所以你为什么离婚啊？之前是不是也是因为不跟人沟通啊？之前我是开店的，负债很多。哦，我觉得男人该扛的责任就应该自己扛起来嘛，不能什么都跟家里人说了有什么用？那你现在的情况呢？现在是有找到了新的工作吗？对，刚找到，但是远没有之前的收入高，所以他就有点嫌弃我，扭头回家相亲去了。你这让谁听了不来气？老师，这个我一定要解释一下，其实这根本就不算是相亲，就刚好那会儿就是说我回老家一趟，然后我爸妈让我去吃饭去，我压根不知道那儿还有个男生，然后我跟那男生啥都没有，就是吃顿饭，然后也没留微信，也没留电话的，然后到他这他就受不了了。姑娘，你好好说，你是不是相亲去了？这个不算是相亲，我感觉我只是说跟他吃顿饭而已啊。这你看扯得清吗？这还你好好说，你是不是相亲去了？你们2个人啊，现在让我特别难受、生气的就是，你们为什么老是顾左右而言他？就是咱们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对吧？那边有孩子，非得说啊没跟着我，没跟着你就不算有孩子的人。你一个有孩子当爹的，怎么说能说得出来我没孩子这句话？这边也是，明明是去相亲了，怎么了？我就是相亲了。我那会儿也有点赌气的成分，所以是不是相亲了？算吧。你爸妈是不是不喜欢他呀？我爸妈对他特有意见，因为就是说他那个年龄比我大嘛，然后还离婚带个孩子，就怕我跟着他。你们聊过结婚的事吗？对，后来聊结婚的时候提到那个彩礼，一口气要28.8万。然后我说了，我现在这个条件拿不出来，能不能缓一缓？我有能力去挣。我之前偿还债务的时候，3年也还清了40-50万的债务，我有能力去挣。他们家不干，这就是难为你的，知难而退。我还在争取，我也在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每天我2份工作，白天一个，晚上或者周末休息，我都会去做兼职。为了凑这28.8万呀？这不为这个，我也会为了他，我也会努力工作呀。这个，其实我妈只是想要一个保障而已。就我叔叔家，他们家嫁女儿的时候，然后他要了30万，人家男方也是给了，为什么到咱们这儿就不行呢？
这种事儿有啥好比的呀？人家有钱要了30万啊，我这现在条件确实不好，非得去比。这不是你找了个没钱的吗？因为他之前很有钱的。哦，现在没有。哦，你们2个人是不是在这个消费观上有一些不一样呀？有一次就是我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指甲，然后他说：“哎呦，你涂的跟油漆似的。”然后我画了一个就大地色的眼影，然后特好看，就布灵布灵的。然后我是非常喜欢的。然后他怎么说呀？他说你画的跟孙悟空似的。他说就乱花钱这样。他那指甲确实味儿大，我也是担心涂在身上对身体不好，我也是出于关心。他就到这儿就成了哎呀乱指责、胡乱猜想。还有那画的那些妆，有时候可能是不得当，或者是我欣赏不来，花花绿绿的，不三不四的。我就是多说了2句，他就不干了，不高兴了。哎，我真忍不了了，画个眼影就花花绿绿，然后是不三不四是吗？你平时说话也这么口不择言的就去评价吗？不三不四这种词都能用上？不会，这可能是在气头上，可能是正好当时心情不好，这个怪我，这个怪我。但是你是这么说了是吧？对，是说过伤害的。对，我当时还挺生气的，就是现在哪个女孩不化妆呀？所以其实你们2个人还有很多事情不同的看法，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女生觉得这件事很有必要，但在男生看来就没有必要。我感觉他生活上也特别无趣，就比如说我们是恋爱1周年那会儿，然后我做了一个烛光晚餐，我买了蜡烛，然后买了牛排，我就希望他能够亲亲我呀，抱抱我呀。起码就是说唱个歌也行。其实我那天已经给他买了一个礼物，是一个腰带，但他啥都没给我准备啊，然后就让我很生气啊。我说这么有仪式感的节日，你为啥什么都不准备呢？那段时间正好是失业那段时间，心情很烦，很焦虑，而且也是在忙着找工作、做兼职，可能忽略了他。而且再加上我岁数也有点大，可能平常确实不太能跟得上他这些什么小惊喜、小确幸的节奏啊。36，等会儿你36岁哪儿大了？我理工科出生，比较枯燥吧。女生，你想嫁给他吗？我挺想的，其实。你有能力去说服你的爸妈，让自己嫁给他吗？我有80%，我就感觉我能说服他们。你做好当后妈的准备了吗？我跟他儿子见过面，我感觉他儿子挺喜欢我的。你未来跟他结婚要孩子吗？要，肯定要，会要。我也想要。所以你真正能接受这个男人是有过婚史有孩子这件事情吗？我接受。你不接受，我待会儿告诉你为什么。我问男生几个问题啊，你真的要娶这个姑娘吗？现在动摇了，迷茫了，所以来求助咱们各位导师。姑娘，你要不要改你的答案？你从来没动摇，还是想嫁给他是吗？对，我是个死心眼儿的，我就想跟定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先问刚才我们第一组的那个嘉宾，有啥建议跟他们说说的？其实我也挺同情这个女孩的，因为毕竟她想要这种安全感，别欺骗她，要足够的爱。女人嘛，就需要这种的。我很理解这老弟的心情啊，其实他也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，而且很会吃苦。但是面对现在这种选择吧，我也感觉他好像也动摇了。我很理解他现在的处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有什么建议。其实你们2个人的要求在根儿上就是冲突的。女孩，你要求的，无论是她去带孩子也好，她去和前妻见面也好，很多事情，你的要求是我要在场。但是男生，你真的太骄傲了。你的那个骄傲，换一种表达方式，就是你一直挂在嘴上的那一句“你在场有什么用”。听起来好像你一个人有能力要去面对你经历的这些压力与风雨，但其实你满足不了他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最稳定的那个基本需求。2个人一段稳定的关系是要彼此在场的。我觉得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啊，又要照顾孩子，然后又要照顾你前妻的感受，又要给他们的生活提供一些原本计划之外的资助，又要给他足够他想要的那个生活的物质支持。但是你的能力能不能够得到？不说你以前怎么样，也不说你的本事如何，就说你现在够得到还是够不到？够不到。但是你又什么都想够到。我就跟你讲啊，打肿脸充胖子这事儿是没有办法获得任何一段稳定且长久的关系的。所以我们很坦然地去面对自己现在的这个处境，
并且让你现在这个处境，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，允许他在场，你不要不相信他。他真正吸引你的那一点，其实恰巧就是你经常挂在嘴上的这些东西，他在搅动心如止水、一潭死水的生活。你太平静了，你在这个舞台上，基本上你的表情都没有大的动荡，所以你需要他来搅动你。他吸引你的地方啊，我觉得真的不是什么多金呀或者怎么样的，他吸引你的地方就是你太不稳定了。所以你需要找到一个情绪也稳定的、能力也稳定的，并且遇事能扛的人，这是你们两个人真正互相吸引的底层逻辑。所以你说我看不看好你俩？我看好你俩，但是前提真的是你要允许他在场，并且他哪怕贡献那么一丢丢的力量，你都要认同他。但是女孩你要知道，有好多场景你不适合在场，这个边界你不能越。分寸掌握不好，对于你的关系就是破坏性的。姑娘，你是在跟一段幻觉谈恋爱？我帮你问一下啊，来，韩先生，你有负债吗？我们都说实话啊。还清了，过去3年我一直在还债。啊，过去3年欠了多少钱？50，欠了50多万是吧？ 50，对，50。你知道他欠过50多万吗？我只知道他欠债的具体多少，他没跟我说。不知道是吧？嗯。你不知道他欠了50多万对吧？啊，好，你有房子吗？没有。你孩子多大？今年10岁了。这个孩子你打算给他留多少钱？法院。如果你别说法院，孩子要上大学，你给不给钱？打比方说，这个孩子要出国留学，1年要花60万，你承担30万，你承不承担？量力而行，我不会说砸锅卖铁了去凑。对，但是有的话你会给，对吧？对。姑娘，你听到了啊？他将来在孩子身上是会花钱的。后妈没有你想象那么好当。好，后面如果孩子要结婚要买房子，要你出点钱，出不出？会出，也是量力而行。今天孩子他妈生病了，说爸你来帮我照顾一下，去不去？我会去帮他去找朋友，他的朋友也好，我的朋友也好，甚至去雇一个人。啊，我可以帮忙去照顾。哎呦，我的天，你怎么？不是，你去帮忙照顾他的前妻。对，我能做到。男生，你打算如果可以结婚的话，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之前是打算这1年就结婚啊，1年内结婚。1年。但28万8是一定凑不出来的，对吧？对。所以呢，你是打算减少彩礼，还是说打一个欠条？减少加欠条。啊，减少到多少？10万以内吧。8万8，是吧？你看我数字帮你算好了，8万8，8万8，你觉得你家能接受吗？你能接受吗？我能接受，我估计我妈肯定不能接受。啊，你妈不会接受怎么办？那我希望她能去，就是说去。那现在很简单，第一个8万8，8万8，他事实上他现在是没有的，因为他刚还完50万，他现在打2份工，为什么会打2份工？他在拼命攒钱中。为什么我能判断出他一定欠钱？他天天拼命打工，他是有原因的。他是告诉你说还完了，是已经还完了，还是今年马上就要还完，这还两说呢。但是我今天就不跟他纠结了。但是就算8万8，他现在是拿不出来的，他也得攒1年，才勉强可以攒出来。攒出来之后，他结婚的钱也是没有的，房子也是没有的，而且这个房子在3年之内都不会有。然后你根本没有想过他将来要在孩子身上花多少钱，你也没有想过如果他将来买了房子，这套房子里面可能会有他前妻孩子的一部分，你都没有想过。这些是你未来要面对的问题。你觉得说啊，你前妻生病了，我可以来帮忙，你怎么知道他前妻对你的态度怎么样的？他前妻可能在那边对你破口大骂，可能说你是抢走她老公，可能他的儿子未来对你态度非常的恶劣，而且有可能会住进你家。姑娘，落回现实思考这个问题，将来这个孩子真的是有50%以上的概率跟你是一个屋檐下的，那个时候才叫当后妈，不是现在做个阿姨。谢谢陆琪老师。我觉得有很多恋爱脑的女生真的应该找你好好聊聊。就是陆琪老师经常能一语中的把这些恋爱脑的女生给她一下子点醒，让她们的美梦破灭。因为这个梦它就是一个幻觉，就是一个泡影。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你们也想找陆琪老师去指点你们的感情的话，现在就打开微信去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。记着要标明你是爱情保卫战的忠实粉丝，因为你会收到陆琪老师送的新人礼包。就是反正
在我的概念当中啊，仅代表我个人观点，姑娘啊，当我知道这个男人拿孩子这件事情欺骗我，首先他跟我撒谎了，第二他偷换概念，这个人我是坚决不会跟他相处下去的，所以他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去留住你的心，去留住你的人，去想追到你，不择手段的去追求你，为了让你跟他谈恋爱，你觉得这人你敢嫁吗？所以我说，破了底线的事儿，如果你接受了，那么接下来所有的事情你会一破再破。所以他会瞒着你，带着前妻和孩子去旅游啊，但是他的概念是什么啊？我就是带孩子的，他可以当前妻不存在，他都已经当孩子不存在过了，那前妻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所以未来你会经历一件又一件类似的事情，他都有他的说辞，他的说辞是，我的意思是孩子不跟着我。我的意思是他妈妈只是个随从，我的意思是他永远有他解释这个谎言和扭转这个局面的方式和方法，你只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接受，因为你一旦嫁给了他，你再想抽身出来，那是一段剧痛。首先呢，女方你要考虑一件事情，这是对所有人的，一个带着娃离异的，开话，别一直吊着人家，人家年龄也不小了。女生可能一开始觉得对方捡了一大便宜，是吧？现在对方能拿住你，因为你退不了。你现在这个岁数，你觉得你再退，你是有代价的。对呀。你谈过恋爱吗？大学的时候谈过一段，后来就是，距离太远了，然后就分了。然后分了之后一直没谈过。没有。你们家里人给你介绍过相亲对象吗？就在遇到他之前。没有。大学毕业之后都没有，为什么不给你介绍呢？他们可能想多留我几年，好像是。说到点儿上了，这次介绍对象也是为了让你摆脱他，然后留住你在身边。一定程度上，你现在这种状态啊，处事的这种经验缺失啊，都来自于你的父母对你保护的太好了。所以你刚才说那句话，让我不禁赶紧看看你的资料。你是今年是31，有余啊。就你说了说，我可以去照顾他的前妻。哇，你说的这句话好幼稚。你现在和他的感情付出完全没对到一起，你是在追求久违的憧憬的恋爱情趣，
他已经进入到一种婚姻的生活的程序里，我刀刃花钱，你们俩对不到一起，所以现在反而把你架在火上烤了。2年付出了，岁数也大了，你还必须得跟着他了，你没有那么高的优越，所以说，他也看出了这一项，哎，几句话就能敷衍你，我这是为你好，啊，然后呢，我没有告诉你，老婆那块儿我们在一起，我没有做什么越界的事儿，但本身隐瞒就是越界。我觉得他可以离开你，是你离不开他，所以说如果要怪，就是你怪你父母过度的管理你，你没有经验了。但现在不晚，31怎么了？年轻，你当然有很多选择的机会，但先和他断掉这段情感，因为压根儿就鸡同鸭讲。再往深里说，你们还有很多的价值观都不合呢，赶紧分了吧。我希望分是由你来说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就是男生一个上头的姑娘，今天无论如何都会跟你在一起，明天无论如何都会跟你闹的。对，你是一个成熟的人，你自己想想吧，其他我也说不了啥，对吧？谢谢。好，那就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门后。好，那么我们大家都很期待结果。在我们的第1组嘉宾揭晓结果之前呢，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也可以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好了，那我们来揭晓第1组嘉宾他们到底如何选择。来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他俩是不会分的，就看什么方案啊？所以大姐只是觉得委屈。对。选择出来了啊，这出来啥意思呀？还想好好过呗。还想好好过，咋好好过啊？以后我也不乱投资了。就像老师说的，有啥事儿我们俩互相之间商量，别单独做主来。哎，我其实也是说，今天跟他再走回来吧，就是因为我也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儿子，我想让他有个完整的家，别到了这个年龄了，然后就说孩子也大了，然后还没有父爱，没有母爱的啊，没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想回家的时候，你说他都不知道回到哪面。所以说我今天刚才他跟我说完之后，我又走上来了。他要是把以前的这些习惯改掉，我们还可以好好干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交给你们这对老夫老妻。好了，祝你们幸福吧。只要勤勤恳恳，一定能克服难关。我觉得这个一定能做得到。好，祝福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我。谢谢，继续加油。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韩先生和李女士的选择，他们2个人到底会如何选择呢？精彩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我希望他们就别出来了。哎，没出来。哟，走了，没出来。我觉得那个男生很可能他会觉得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他发现这个姑娘其实是真的没有想明白，她只是完全一腔热血嘛，没错，是吧？不管怎么样，祝福他们2位吧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，我们下期再见。